35歲譚松韻，曾經幸福的3口之家，因一場車禍徹底改變。譚松韻今年35了，那張臉還是老樣子，娃娃臉這個標籤跟了她怕是有10年。早些年，這標籤是種束縛。劇組裡遞過來的本子，角色年紀一個比一個小，好像她只能活在16歲的夏天裡。機會從她身邊滑過去，輕飄飄的，沒什麼聲響。那時候的行業對一張過於年輕的臉信任度是有限的，你的看起來有經歷、有故事、有所謂的厚度，他那張臉沒有。時間走到2025年，事情起了變化，風向好像調了個頭，觀眾看膩了某種精心雕琢的成熟，開始渴望一點未經磨損的生動。譚松韻站在那兒沒怎麼變，但周圍的一切都變了。屬於他的劇本終於翻到了對的那一頁，機會這次落下來有了重量，這挺有意思的。一個人的特質在某個時段是短板，換個光景就成了獨一無二的籌碼。市場永遠在尋找稀缺性，而時間最終證明了有些東西無法被複製，也無法被催熟，他只是等到了自己的季節。現在他接的戲角色有了更複雜的肌理，不是那種標籤化的少女，而是帶着自身歷史在生活裡打滾的人。他演起來那份天生的志氣反而成了利器，讓角色的掙扎和成長有了更強烈的反差。觀眾信了，信了就好。一個演員的職業生涯說到底就是一場漫長的等待，等待外界的目光和自身的條件在某個坐標點上精準重合。譚松韻等到了，這不算什麼逆襲的劇本，更像是一種水到渠成的吻合。行業回歸理性，開始珍視那些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東西，而不是流水線上的標準件。這是好事，對他來說是好事，對我們這些看戲的人來說也是。他的事業已經站穩了，那種可以帶着父母去看看他打拼出來的世界的階段。一場車禍把局面全換了，他的辛苦沿途的人都看見了。那場車禍裡故事是另一回事，具體發生了什麼，公開的記錄裡沒有太多細節，人們只知道一個結果，一個瞬間之後，很多事情就改變了方向。談論這些事總得有個邊界，有些部分屬於個人，有些部分屬於公共討論的範疇。我們的社會始終強調對生命的尊重，以及在任何意外發生後，完善的救助體系和法治程序所發揮的支撐作用。這是底線，也是共識。所以你看，辛苦是可見的積累，而意外常常是不可見的斷裂。斷裂之後的生活如何重建，依靠的往往不只是個人的韌性，它關乎一整套環環相扣的沉默的規則在如何運行。這套規則不渲染情緒，它只是存在並且工作。我覺得這才是更值得琢磨的地方，比追問那個具體的充滿偶然性的故事更接近本質。當然，這只是我的一個看法，可能有點繞，也可能把事情想得太靜態了，或許吧。但靜態的觀察有時候比追逐動態的碎片更有力量，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。譚松韻的出生年份是1990年，地點在四川。她的家庭背景很普通，沒什麼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，就是那種中國大多數城市裡都能找到的安穩過日子的家庭。但普通不代表缺少什麼，她是在足夠的關愛裡長大的，父母該給的照顧一點沒少。這種環境塑造人，有時候比顯赫的家世更有力量。我是說，那種扎實的落在日常裡的安全感。很多後來能穩住的人，回頭看腳下都有這麼一塊樸素的基石。譚松韻的童年記憶裡，禮物是節日的固定注腳，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東西。他爸媽會在特定的日子把那份精心準備遞到他手上，生日、
或者別的什麼需要紀念的時刻，都一樣。這種被穩穩接住的感覺，後來看是一種很具體的幸福，它不抽象，你甚至能想象出拆包裝紙的窸窣聲和當時屋裡的光線，那種幸福感是滿的，幾乎要溢出來。現在很多人回憶童年，找的是這種扎實的、摸得着的暖意，他擁有的大概就是這種，談不上羨慕，更像是一個觀察樣本，告訴你某種家庭關係的模板長什麼樣。它沒什麼驚心動魄的情節，就是細水長流的妥當，而這種妥當恰恰是最難複製的。你得有那份心，更得有那份持續的心力。很多家庭關係崩壞，不是缺了愛，是缺了這種把愛儀式化、具體化的耐心。拆禮物那一刻的快樂當然短暫，但背後那份被記住的確定感能撐很久，久到當事人自己都未必察覺，它已經成了性格底色的一部分。這麼說可能有點懸了，我的意思是，那種環境裡長起來的人，身上往往有種不慌不忙的底氣，因為他們很早就不必通過爭奪來確認自己的位置。禮物是愛的物證，而擁有足夠多物證的孩子，內心不容易塌方。這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，是心思到了哪個份上。譚松韻後來在鏡頭前的樣子，那種舒展和靈動，或許在這能找到一點遙遠的注腳。當然，這純屬個人揣測。一個人的成長是無數線索的合謀，禮物只是其中一根比較鮮豔的線頭。但你不能否認，這根線頭它確實存在，而且顏色鮮亮。他小時候情緒剛有點不對勁，父母就察覺了，那種關懷來得特別快，幾乎是他自己都還沒完全弄明白怎麼回事，安慰的話或者一個擁抱就已經到了，這成了他成長裡一個固定的背景音。現在想起來，那更像是一種精準的捕捉，不是靠什麼複雜的技巧，就是日復一日相處摸出來的直覺。譚松韻的成長環境怎麼說呢？挺熱鬧的。那種環境裡泡大的孩子，性格底色往往是敞亮的，他身上就帶着那股子勁兒，活潑開朗，見着親戚朋友禮數周全得很，不是那種刻板的禮貌，是讓人覺得舒服的自然。周圍人對他的喜歡大概就是這麼來的。譚松韻10歲的時候，世界是一塊還沒定型的橡皮泥，他對所有事情都好奇。跳舞這件事被他捏在了手裡，那是一種不需要理由的喜歡，身體跟着節奏動起來，好像就對了。別的孩子可能還在找方向，他已經踩準了某個點。電視裡一有人唱歌跳舞，我的身體就自己動起來了，那是一種本能反應，完全不受控制。客廳就是我的舞台，父母是唯一的觀眾，我會立刻站起來模仿，把剛看到的動作複現一遍，有時候甚至等不到節目結束。這種衝動大概就是最初的火苗吧。譚松韻上初中那會兒，他父母做了個決定，他們覺得這孩子對跳舞那點心思得有個地方安放，於是就把他送進了一所藝術學校。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就是尋常父母看着自家孩子，覺得該往那條路上推一把。舞蹈這事兒後來成了他身上一個挺顯眼的標籤，但往回看，起點大概就在那個決定被做出來的時候。那對夫妻做了決定，女兒最終去了學校，家裡空出一塊地方，心裡也空出一塊地方。這大概是所有父母都要經歷的一刻，關於放手。你明明知道那條路對他更好，可腳步邁出去的時候，地面好像還是會軟一下。興趣是攔不住的東西，它常在那裡，你就得給他騰地方。父母能做的，無非是在自己不捨得的那片土壤上，看着它往另一個方向扎根。這過程談不上對錯，只是一種必然的偏移。
家裡的飯桌會暫時安靜一些。但你知道，有些聲音會在別處響起來。練武的日子確實不好過，他沒停下來。他把老師教的東西一遍遍的過，一個動作一個動作的拆，練得比誰都勤。汗水把地板浸出深色的印子，第二天乾了，第三天又濕了。那種重複近乎枯燥，但他好像能從裡面嚼出點別的滋味來。這不是堅持，更像是一種較勁，和自己較勁。他每天都很努力，每一節課都認真對待，老師和同學們都看在眼裡。大家都說他天生就有跳舞的才能。《還珠格格》播出的那個夏天，譚松韻每天準時守在電視機前，他看得很入神。具體的情節或許已經模糊，但那種被屏幕裡的世界牢牢抓住的感覺，他後來在很多場合都提起過。就是在那段重複的、近乎儀式化的觀看裡，一些東西開始不一樣了。他沒想過要當演員，至少那時候沒明確想過。但興趣這東西，往往不是計劃出來的，它是在你一遍遍做某件事的時候，自己悄悄長出來的。坐在電視旁的那個小女孩，大概也沒料到這個。那孩子對着電視屏幕，說出了那句話。他告訴父母，自己以後也要當演員，也要出現在電視上。這句話沒什麼特別的，幾乎每個孩子都可能說過。但說這話的場景，讓這句話有了點別的意思。他看的不是什麼光鮮的晚會，也不是什麼精緻的偶像劇，電視裡放的是另一回事。具體是什麼內容，這裡沒必要展開。關鍵在於，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和他產生的願望之間，那個連接點很直接。他看到了出現，於是想出現。至於為什麼出現，以什麼狀態出現，這些更複雜的問題，不在那個年齡的思考範圍內。這或許就是影像最原始的力量，它提供一種存在的證明，一種被看見的可能性。這種可能性本身就足夠構成誘惑。父母當時的反應沒有記錄，可能是鼓勵，也可能是沉默，或者用別的話題岔開。大多數家庭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職業宣言，處理方式都差不多，不會太當真，但也不會完全否定。畢竟那是孩子的想法，孩子的想法變得快。今天想當演員，明天可能就想當宇航員了。但這句話被記下來，本身就有它的重量。它像一個微小的注腳，標出了某種普遍慾望的起點。那種想站在鏡頭前，想被一個更大的、看不見的群體所注視的慾望。這種慾望本身不評價好壞，它就在那裡。電視只是一個載體，一個最普及的觸發器。現在觸發器更多了，屏幕也更小了，但那個核心的衝動似乎沒什麼變化，還是想出現，用各種方式，在各種尺寸的框裡出現。那個孩子後來有沒有當演員，沒人知道，這也不是重點。重點是那句話被說出來的瞬間，一種非常樸素的人生劇本已經完成了第一次草稿。劇本的內容很簡單，只有2個動作：看，然後想成為被看的那個。後面的所有複雜情節都從這2個動作裡長出來。譚松韻的父母一直知道女兒喜歡什麼，他們沒攔着，支持歸支持，心裡那本賬算得比誰都清楚。這條路一眼望過去，坑窪不平，能走到光亮處的人沒幾個，大多數時候是漫長的等待和沒有回響的練習。他們點頭同意，或許是在某個晚飯後的平常時刻，電視裡正播着無關緊要的廣告。那種清楚不是掛在嘴上的叮囑，是沉默時對視一眼就彼此明白的東西。它很具體，具體到知道下一筆培訓費該什麼時候準備，也知道可能投進去連個水花都看不見。這大概就是很多家庭面對類似選擇時的常態，不潑冷水，也不編織幻夢。
只是把現實攤開，讓孩子自己走上去試試溫度。那種清醒的支持，比單純的熱血鼓勵要沉重得多，也結實得多。他媽媽沒門路，可也沒撒手，硬是領着他一個劇組一個劇組的敲門，演些沒名沒姓的角色，在鏡頭邊緣晃一晃。那幾年就這麼過來的。譚松韻在鏡頭前出現的時間總是不多，但就那麼一會兒功夫，足夠讓人記住他。那張臉有種天然的親近感，不是那種需要距離欣賞的美，是能直接走進生活場景裡的生動。演技也是，沒什麼誇張的起承轉合，情緒給得準，給得穩，像早就常在角色身上了。這種演員，導演很難不注意到。他站在那兒，戲就自己來了，不是靠台詞或者大動作，是整個人透出來的那股勁兒。對，就是那股勁兒，讓監視器後面的人覺得就是他了。所以找上門的本子一直沒斷過。這行當裡能持續被看見，本身就是一種能力證明。譚松韻那時候心裡有底了，他知道自己的去演戲。後來高考完，錄取結果出來，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，名字和他想的一模一樣，這事就成了。進了那所學校，掌握了一些技能，這離真正的演員還差得遠。那個年代，有能耐的演員一抓一大把，比他出挑的大有人在，所以他的機會實在談不上多，或者說少得有點可憐。這不是什麼懷才不遇的悲劇腳本，更像是一個行業在特定時期的常態。水面之下擠滿了沉默的大多數。他發現導演沒注意到自己，轉身就去面試了。他大概覺得總得試試看能不能拿到一個演戲的名額，結果挺可惜的，好幾個劇組都沒接受他。原因挺直接的，就是外貌。這事兒聽起來有點老套，但當時的情況可能就這麼簡單，或者說比我們想的還要簡單。一個演員站在那兒，別人先看到的往往就是那張臉，然後決定就做出來了，沒什麼複雜的理由，也不需要什麼複雜的理由。行業裡的篩選有時候就是這樣運行的，帶着一種近乎殘酷的效率。你很難說這裡面有多少是成文的規則，又有多少是心照不宣的慣例。他就在那兒，那張臉太年輕了，年輕的幾乎像個高中生。除了學生這個身份，別的頭銜安在他身上都顯得別扭。大學那幾年，他投出去的簡歷大多都石沉大海，面試官的眼神總在他臉上多停留幾秒，然後客氣地笑笑。那笑容裡的意思，他後來才慢慢讀懂。他們大概覺得這張臉還撐不起一份正式的工作。他父母是那種心裡有數的人，知道女兒在北京的日子沒那麼輕巧，隔三差五就從老家過來，廚房裡一待就是大半天。油煙機嗡嗡響着，案板上是切好的菜，鍋裡燉着湯，味道從門縫裡飄出來，填滿那個租來的小客廳。他坐在外面，什麼也不用做，就等着。那頓飯端上桌的時候，別的什麼都給擠到一邊去了。真的，工作上的麻煩，還有心裡那些拧巴的念頭，好像都能暫時擱下。父母的存在，像一層柔軟的襯裡，墊在生活的硬殼下面。他走路的時候，肩膀是鬆的，和人說話，眼角有很淡的笑意。這種狀態帶進工作裡，不是打了雞血那種亢奮，是手裡做着事，心裡不覺得空。你知道背後有退路，有溫熱的飯菜和不同你講道理的支持，這就夠了。快樂變得具體，是早晨出門前的一句嘮叨，是深夜回家留着的那盞燈。這些東西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，但它們讓問題看起來沒那麼嚇人。他處理麻煩的時候，甚至有點從容，或者說，那是一種被拖住了的底氣。譚松韻拿到方純義這個角色是在2010年，
那時《甄嬛傳》劇組正在選角，他自己跑去面試，結果導演覺得他身上那股子活潑勁兒挺對路，就這麼定下來了。這事聽起來簡單，甚至有點運氣成分，但很多機會的門確實是靠自己去敲才敲開的。那部劇播的時候，確實有很多人看。純貴人死的那段，屏幕前嘆氣的人不少。難過是真的，但也就那麼一陣子，戲散了，情緒也就跟着散了。對他們來說，緊接着來的是更多的本子，一個角色帶來的漣漪，很快就被新的工作日程抹平了。於純導演的戲，他連着演了4部。那幾年他好像就泡在劇組裡了。宋丹丹也在組裡，戲裡戲外都是前輩。有些東西是劇本上沒有的，在旁邊看着才能咂摸出點味道。他看着也學着，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片場大學吧，沒有文憑，但教的東西挺實在。那部劇播完，關曉彤多了個外號“國民閨女”，這稱呼挺有意思的，聽着親切，像個鄰家孩子。但對導演們來說，這恐怕不只是個昵稱，它更像一張通行證，或者說一個明確的信號。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小女孩，而是一種可能性，一種能穩穩接住生活流戲份的可能性。市場需要這種臉。譚松韻演了很多年配角，搜索裡有她，《富士山居圖》裡也有，全民目擊也能看到那張臉。戲份都不重，幾句台詞，幾個鏡頭，但就是有人記住了。記住的結果是主角的劇本終於遞了過來。2016年，他跟劉昊然拍了《最好的我們》。26歲的人穿上校服，站在高中教室門口，居然沒什麼人覺得彆扭。那張臉幫了大忙。戲播了，路順了，狐狸的夏天浪花一朵朵，一步接一步，看起來一切都在往上走。然後2018年除夕夜，一個電話打進來，他母親和朋友飯後散步，被車撞了。司機喝了酒，撞完人，車沒停，直接開走了。3個人躺在路邊，傷得很重，送到醫院，母親身上插滿了管子，病危通知下了好幾次，搶救了10幾天，沒救回來。譚松韻是家裡寵着長大的，事業剛有起色，本來該是父母鬆口氣的時候，事情發生得太快，快到他不知道怎麼反應。後來每次回想醫院裡的樣子，都覺得不真實，或者說不願意讓它變得真實。同行的另一位傷者在重症監護室住了很久，最後落下了殘疾。家裡的頂梁柱倒了，她懷孕的妻子因為奔波勞累，孩子沒保住，一個晚上撞碎了不止一個家。肇事者跑了16天才自首，到了法庭上又不認賬，家裡人說願意賠點錢，2萬。他父親對着受害者家屬吼，說是因為你們，我兒子才要在牢裡過年。這話聽着有點怪，不對，是很怪，好像順序完全反了。家屬決定告到底，他們發現這事比想象中難，對方家裡有點背景，請的律師很厲害，手段也多，案子拖拖拉拉，一直沒開庭。那幾年，譚松韻沒等來開庭，先等來了網上鋪天蓋地的罵聲。有人說他拿母親的事炒作，有人說他就是想多要錢。他沒怎麼公開回應，就是在等一個判決。一個公眾人物等判決都這麼費勁，普通人呢？這話他沒說出口，但很多人心裡都轉了一下。官司打了2年，最後判了6年，賠償90萬。譚松韻把錢全捐了。之後他回去拍戲，《錦衣之下》播了，效果不錯。接着是以家人之名，劇裡有場戲，李尖尖對着天空喊媽媽。那場戲他拍的時候，心裡想的是誰？後來大家都知道了。上嚮往的生活，他提到母親，說總覺得他只是出了個遠門。
說之前還聚會有說有笑，怎麼突然就這樣了？語氣很平，沒什麼起伏。但何炅和黃磊當時都沒接話，工作沒停，錦心似玉像風兒行歸路，一步接一步。30多歲還在偶像劇裡打轉，有人這麼說。可觀眾就是買賬，這大概也算一種本事。從配角到主角，從沒人注意到拿獎，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。所有的掌聲和燈光背後，總有個影子站在那兒。現在影子沒了，但站過的地方還有溫度。